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浪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一顿仗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没人，没人太好了，正好动手。我准备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验尸工具，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，起源录。镇魂界验尸跟人界不一样，祭神人的死，要么是遭受他人元神力所创，要么就是自身力量反噬。普通工具根本不管用，得用元神力探测，才能看出其中端倪。明白了，那你开始吧。可是这地方居然没人看守。没人看守说得通的，大家都以为你要找领路人，谁也不会想到凶手会来验尸，对吧？发现穿红色连衣的男子，立即通报，一定要替天越将军报仇。也是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抓紧时间吧。来吧。得罪了。师长，小心！果然有埋伏。你们杀了我爹，还敢动他的尸首，今天我要你们给他赔罪！等，严天越是你爹？你是严凤扎，你果然没死。你们才死了！孬种，你懂什么？我要是把你打坏了，谁给我领路啊？呸！还想让我给你们领路？哎，等，你们两个小声一点，别把守卫招来了。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可有什么异动？先前跟曹彦兵一道来的姑娘跑来说，曹彦兵要对她下杀手，她要等北落师门回来，要跟他道别，再离开凌风界。他现在人在哪？属下让他进去等了。进去了。你们说到这里。是，招来就招来，正好把你们两个抓起来。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，你爹真不是我杀的，休想抵赖！你听我说，你爹的死有蹊跷，你要是想知道他究竟是被谁杀的，就别声张，跟我一块验尸。我先验你的尸。冷统领，夏姑娘，
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本来是在这里等北洛的，但是我想临走前调研一下天越将军。如果我爸爸还活着的话，应该跟严天越将军一样大。既然调研完了，那请夏姑娘跟我出去吧。我知道北罗师门在哪儿，我告诉你。请。谢谢。还逃吗？要打能不能等先验完尸再打？想怎么打都行。你做吧。好，我不验，你来。你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这是什么？这该不会是……果然，严灵玉果然不会用自己亲哥哥的死来陷害我，弄来个替死鬼。看见了吧？他不是你爹，我的罪名洗清了吧？不管死的人是不是我爹，但是你是杀人嫌疑犯，这点没得洗。我没有杀人，我谁都没杀。这个人突然冲出来袭击我，瞳孔发蓝，力大无穷，整个人就很诡异。这明显就是有人陷害我呀！瞳孔发蓝，力大无穷。对啊，这人昨天白天人还好好的，肯定是赤玉的问题。赤玉，那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赤玉？这不是你们临风街人尽皆知的东西吗？说起来也太长了。先验尸。你的嫌疑还没洗清，我来。好，你来。这赤玉果然威力有点大，人都死了这么久还有痕迹。怎么会这样？美儿，夏姑娘，北洛师门这会儿应该就在前面风雨桥，你知道怎么去吧？嗯，我去过，我自己去就行，你去忙吧。那我就不送你了，慢走。报告统领，统领，怎么了？统领，有情况。发现曹元兵了？没有，但是差不多呀。什么叫差不多？说清楚。我们刚刚缓班，发现少了一个弟兄，
到处寻找后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晕了，倒在路边的角落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现在才发现？曹彦明说不定早就混进来了，现在指不定正在哪儿。糟了，灵堂，过来！是。是飞廉。飞廉？飞廉又是什么东西啊？飞廉可是我有人。看仔细了，那边看看。还好我反应快，不然咱们就被人发现了。是你怕被人发现，又不是我。你就不怕别人看见我们俩一块跑？你现在是杀人嫌疑犯，我必须盯着你，不让你跑了。行了吧，别嘴硬啊！你的事我都知道。你因为从小控制不住守护元神，就被你爹藏在了灵凤山，整个踏风族的人几乎就没见过你。我猜你也不想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吓他们一跳吧？这些事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哼，这个地方不方便说话，我们出去找夏灵会合，到了之后慢慢说。好了，这里已经出了灵峰街的地界了，不用再躲躲藏藏的了。风长你好，刚才在灵堂的时候太仓促了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叫夏灵，他叫曹彦斌。哎呀，我们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。人命关天，怎么可能是小误会？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事儿的？是你的表姐颜若芙告诉我们的，她还告诉我们，5年前因为你的守护元神觉醒暴走，你父亲为了不祸及灵峰街，忍痛已经将你杀死了。杀死？简直胡说八道！我是暴走不假，但是觉醒的守护元神后来被爹和姑姑合力控制住了，被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我也一样，被转移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山洞里。可你姑姑就一口咬定你已经死了，这又怎么说呢？而且你姑姑还诬陷我颜天月是我杀的，你自己也亲眼看见了，那个颜天月根本就是个冒牌货。你说那个颜天月是假的？对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颜天月，他只是戴了一个颜天月的人皮面具而已。那北洛完全是中计了。颜灵玉这个女人真不简单，心思真深啊，好可怕！喂，不准你这么说我姑姑，一定是你们逼她交出领路人在先。他是为了保护我才这么做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死的人不是我爹，那也证明不了你没有杀人。这还要怎么证明？那个尸体里分明就是赤玉的痕迹啊！你老说赤玉赤玉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赤玉是一种能让人元神力陡增的药剂，成分不详，售价昂贵，但产地就是你们灵峰街。你们说的什么赤玉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方才我在尸体上看到的。分明就是飞廉的力量。飞廉？飞廉又是什么？你连上古凶兽飞廉都不知道，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？啊，是我孤陋寡闻，可他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飞廉是我的守护元神，我当然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尸体上是你守护元神的力量？这不太可能吧？爱信不信。有杀人嫌疑的不是我，
你们自己查去吧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管我去哪儿？我们跟你一起。你们不去找灵堂里那个人的死因了？我们呢来这临风街就是为了找领路人。现在你这个领路人就在我们眼前，我还去查什么死因呢？或者说，是你自己想查？我出来一趟不容易，我得先找到飞廉。找飞廉啊？我们俩可以帮你啊。不需要，我能感应到他。哦，原来是靠感应。夏玲，这祭神人和守护元神之间的感应是不是有距离限制啊？那当然了，如果距离太远的话，很难感应到的，就像是大海捞针。哦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求助一下哥哥跟姐姐啊？你少占我便宜，说的你们好像有办法似的。这办法我的确是没有，思路倒是有一个。既然你一口咬定在死者体内探测到的是飞廉的力量，我呢又觉得死因跟赤玉有关，那这飞廉跟赤玉或许就有着某种关联。咱们找不到飞廉，但熟悉赤玉的人，我倒是知道一个。熟悉赤玉的人，谁呀？梅长老。你是说石火王抓走那个胖老头？颜若芙确实跟我说过，赤玉就是他炼制的，成分也只有他知道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咱们不找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呀？怎么样，目标已经很明确了，走吗？找人打听算什么办法？问出来才是正路。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你知道梅长老住哪儿吗你？哎。谁呀？谁在外面？是灵玉吗？梅长老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，只是问你几个问题。你要是保证不乱叫，我就把手拿开，这样你说话，可以吗？凤章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怎么又和这帮人混到一起了？你认得我？我们见过？不，没有见过。我是听灵玉提起过你。撒谎！一个只是听过的人，你一见面就能立刻认出来，还叫出他的名字吗？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见过我？以前你为飞廉的力量反噬，神志不清的时候，我到山上给你敲过一次病。你知道飞廉？那你知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？想都不想就摇头，必然又是撒谎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那你飞廉不知道，赤玉总该知道吧？听说这赤玉是你一手炼制，那我问你，虽然赤玉是帮助增长元神力的药剂，但它有没有可能也会让人暴毙而亡呢？这不可能，这得喝多少啊？我经手的赤玉都是经过稀释的。梅长老还真是痛快人啊！一句话我们就都听懂了。经过稀释的赤玉相对安全，但大量或者未经稀释的赤玉则会致命，对吗？那赤玉跟飞廉到底什么关系？他们说服下赤玉后瞳孔会变蓝，那分明是我元神力失控时暴走的症状。快说，别装哑。说。
梅长老，听闻你在这临风街可是德高望重啊。但若是给你换个眉形，把你这眉毛剃一半，留一半，不知道你的形象和威望还在不在？你要杀就杀，不要羞辱我。怎么就打打杀杀的呢？我这个人又不是杀人狂魔，我只是对这剃眉毛啊特别的感兴趣。你不是梅长老吗？那你这眉毛岂不是要有一些辨识度才行？小玲，说，有剪刀吗？有，修眉专用，趁手。要的就是这趁手的。别！哎，别！哎，住手！啊！我马上说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说吧，这飞廉跟赤月有什么关系？飞廉又被关在哪儿？罢了，你既已跑了出来，又和这群人混到一起，这就是天意。你们去灵峰山，背对灵峰街的一侧，找到一幢临湖的小木屋，进到里面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飞廉就关在那儿？去吧，凭你对他的感知，很快就会找到的。我看他说的也不像假话，没必要带着一块儿。要是把他留在这儿，他很有可能是林明玉通风报信，晕了最好。有意义吗？那走着，灵峰山。将军，您要的东西已备好，下去吧。是。不好了，将军！不好了，将军！梅长老出事了。梅长老，什么事？他被人打晕在屋里，家里人也是不久前刚发现的。属下怀疑是曹彦斌。怎么会是他？刚刚属下在灵堂发现和曹彦斌一起跑走那个夏姑娘，她说曹彦斌要杀她，拼死逃脱，回来找北落师门。属下没发现异常，就放她走了。然后就发现有巡逻士兵也被人打晕了，现在连梅长老也荒唐！这个曹彦兵整整1个晚上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溜达，你们怎么办事的？不过，他这个举动到底目的是什么呢？先是灵堂，再是梅长老。等等，该不会是飞廉？朗达，你先下去吧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是。嘿，一闻就是好酒，那是自然。来，倒上。来，干！哎，咱灵峰街的酒
可不是这么喝的。等我一下，还有什么说法吗？那是自然的。来，给。这算什么吃法？这当然是我自己独创的，这叫鲜花饼泡酒，越喝味儿越有，真是人间美味啊！这个你再仔细品品啊，味道真的不错。叶天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让我吃这种黑暗料理，我跟你没完啊！灵玉，凌风街镇魂将严灵玉特此迎接诸位将军。严将军不必多礼。曹彦兵人呢？他在献风谷。献风谷？你确定他一定会去那？嗯。大姐头。知道了地方，那就走吧。是。是。敢问，你们就只来了3位吗？3个确实是来多了，我就跟大姐头来凑个热闹。难得大姐头今日有兴致出来逛逛，这是你们凌风街几世修来的福气。严将军别不识好歹，惹大姐头不高兴。李孤城，你今日为何如此啰嗦？我们办事抓人，速去速回。鲜花饼禁酒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兄长，愿你保佑凌风街能够逃脱此劫，能让那个曹彦兵归案伏法。如果此事了结，灵玉必定给兄长建一个又大又好的墓，接受族人祭拜，受香火供奉。严明信，应该是北洛。不用理，你还是理一下他吧，万一他有什么急事找我们呢？他能有什么事儿？不过就是告诉严灵玉我们的位置，好让他来抓我们罢了。我真觉得不至于。哼，你也不许接。霸道，
幼稚。明明是往这儿走的，怎么不见人呢？曹彦兵，夏灵，快接啊！快接！快接呀！风渣，来，起来。是不是走累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我没事儿，应该是离飞廉越来越近的缘故。我已经能感受到飞廉的存在了。我现在这样，表示飞廉他此时此刻也非常的虚弱痛苦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找到他。来，小玲，小心啊！你干啥？我显而易见是在背你啊！这样不比你那乌龟爬可快多了？放下来，乐意乌龟爬。哼，那巧了，我也乐意背乌龟呢。怎么样，风渣，还挺得住吧？不要紧，我能感觉到我们就要到了。也就是说，过了前面那个山谷，就能看到梅长老说的灵狐木屋了。我们走快一点。什么人搞偷袭？给老子出来！这支箭你难道不觉得眼熟吗？曹彦兵。逃犯曹彦兵为祸灵峰街，群英殿接到消息，除暴安良，责无旁贷。肯定是严凌与通风报喜。大意了。小玲，你带风渣先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不行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夏玲，风渣现在这个样子，必须马上见到飞廉。风渣要是有个3长2短，咱们就前功尽弃了，还白白带上他的性命。可是之前我们3个人打李不成，一个都打不过，现在他们3个人怎么打得过呢？你放心，我曹彦兵不会输给同一个人2次。你就别逞强了。夏玲，队友之间要讲究配合。况且我也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守护元神呢。带风渣先走。那你千万小心。走，风渣。你们是一个一个上，还是一起来啊？搞快点儿，我还有下半场。少侠好大的口气，那我们就先给你来个男女混双吧。杨元昭，李广，将军们，你们也一起上吧。武
在我面前玩火，也不看看谁才是镇魂街的武将军。坚持一下，就在前面。终于开始有点意思了。你也等得不耐烦了吧，吕布？明明是人五行，为什么会有神五行的气息？游戏虽然好玩刺激，但始终比不过真人打斗的乐趣，因为我可以真真切切的看到失败者脸上如同丧家犬一样的表情，然后带着这样的表情，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曹彦斌，等会儿你跪下的时候，把脸抬高点，好让我看得清楚一些。吕布，放马过来！将死之人也配直呼我的姓名？受死吧！曹彦兵，你的愤怒就要喷薄而出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借助我的力量吧！就是你老鬼！不，我不借助你的力量，一样得劲。你们这些人类真是有趣，明明有更强的力量放着不，偏偏要选择一条注定要输的路。闭嘴！吕布，还有一个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意念，看具象的世界。颤动着慢慢倾斜，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解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耀眼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那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深渊，感动成一跃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So 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解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耀眼的明天。I will never。
亲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沉睡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，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，自觉必然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去闯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了光。你们这些人类真是有趣，明明有更强的力量放着不用，偏偏要选择一条注定要输的路。吕布，还有一个。小子，听说你喜欢玩火，尝尝这个。而出以来从无败绩，他是人五行的最高境界，怎么会抵挡不住一个你？主人，他不太对劲，闻到了魔的气息。魔？我和你们这些元神不同，我由无垠空间幻化而来，吸收了真正的魔气，是名副其实的魔形。哼，魔形。 怪不得曹彦斌不怕我，原来是开了挂。哼，看来我这套来得很值得。主人，是时候启用它了。大姐头，冷静啊，不要逞一时之快。碎王力一出，吕布元神体受损，消耗你的寿命，更有可能走火入魔呀。那又如何？既然要开大，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。吕布，碎王力。 让他们见识见识恶碎的力量吧！吕布斩杀恶灵无数，那些恶灵虽死。 通身的恶碎之气却能尽数归他所用。将军们，你们怎么看啊？不能一一当千，
怎配叫做将军？兄弟们，上！是火将军还是水将军，只要被这恶祟缠上，你们就一定会被他吞噬殆尽。曹彦斌，醒一醒！现在立刻把你的全部交给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我彻底的成为你，而不只是你元神的一部分。为什么？那这样我岂不是就不存在了？谁说的？你的意识将会成为我的意识，我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。唯有这样，我才能够进一步开启我的力量，一举消灭眼前的对手啊！不，你休想！我绝不会成为你的。曹彦兵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矛盾啊？你既想要变强，又想要善良；你既要用我的力量获得胜利，又要用西药安魂铃将我控制。你还要这样纠结摇摆多久呢？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。你和我一样，都是因为太过强大而不被世间所容，被猜忌。被诬陷，被陷害。既然世间对我们如此不公，那你选择邪恶又怎么能算错呢？曹彦兵，别犹豫了，现在就选。是要跟我一起主宰这个世界，成为王者呢，还是做一个善人，任人鱼肉？试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是曹彦兵？
禀告林玉。走。你就是黄甫龙斗吧？亲眼所见，能帮你确认我的身份吗？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难道就因为我们都是通缉犯？还是说，因为老妈曾经是你的部下？笑笑确实是我的老部下，不过我会帮你，与他无关，完全是因为你太过能干。能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。惊喜？不对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踪迹？你在跟踪我？这么说起来，之前在雷泉街，我们遭到李孤城的突然袭击，最终被不知名者所救，那次的也是你。黄甫龙斗。你帮我究竟有何企图？您想问的问题，迟早都会有答案的，别着急。曹彦兵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曹彦兵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他们人呢？你把他们打败了？你是不是被魔形控制了？曹彦兵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他放着那么强大的力量不要，他还敢骂我，已经被我哇的一口给吃掉了。还在这跟我演戏？你有没有被魔形控制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还有担心的不够是吧？我这不是看到大战结束，缓和一下气氛，放松一下吗？放心吧，模型已经被我给按回去了，短时间之内不会再出来了。那就好。北洛，哎，对了，严风渣呢？你不是把他送回去了吗？怎么你一个人来了？你放心吧，我把他安置在木屋了。严风渣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走吧。走吧。方才在献风谷，您在群英殿的人面前现身，确定无事吗？几日之后，或许这世上再也没有灵域，一群小喽啰又有何惧？只是那曹彦兵，曹彦兵怎么了？刚才看到他身上满是煞气，这倒是我没想到的，不知是何缘故。这几日，玄马会关注他的一举一动，待查明了真相，定向首领报告。那就有劳你多费心了。事成之后，你功不可没。小屋就在前面了，或许风渣已经醒了，咱们走快一点吧，啊！再走快一点。曹彦兵，你站住！
这句话迟早是要说的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我都要对你说声对不起。无论是天月兄的死，还是以为你会被魔形控制，会对凌风界不利，我都没有第一时间相信你。所以呢？现在信了？我信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，所以突然醒悟严凌玉其实在骗。我来找你们之前，的确是这样没错。但是现在，那些已经不重要了。哦，是不是因为得知了严峰家其实没死？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毕竟在实打实的领路人面前，一切都是浮云嘛。因为相信就是相信，相信同伴不需要任何理由。这是我从夏灵那里学到的。在同样的情况下，他始终选择相信你，而我从开始认识你起，我就一直对你心存偏见。即便你救过我的性命，帮我振作，可你在我心里也始终是个危险分子。我时刻提防着你会作恶，就因为你名声不佳，你是武神区。这样看来，我跟群英殿那帮人没什么区别。不，我甚至比他们还要恶劣。曹元炳，你有理由生气。如果你觉得道歉不够，你现在就可以揍我一顿，我绝不还手。曹元斌，你看，北洛他已经道歉了，还专门来救我们，你就消消气，原谅他吧。不错，说话算话。既然这顿打你认，那这个道歉我也认。这算是放过我了，不打了。哪儿能呢？机会难得，以后再算。哎，真是太好了，终于不用沉默是金了。对了，我怀疑严天玉已经死了，我亲眼见到严灵玉在祭拜他。我们赶快去找严风寨。走。
风渣呢？我明明把它放在这儿了。难道是他自己醒了又走了？不太可能吧？残兵。 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被关在这里，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主人。飞莲果然被困在这儿。 看来这所谓的灵药赤玉，实际上就是用飞莲的血制成的。这个严冰玉，表面上装好人，背地却用这种欺凌守护元神的方式获取力量跟财富。难怪那个假的严天玉，临死之前的症状，跟风渣所说的失控暴走是一模一样。 飞莲的元神力这么强，为什么会在这儿被乖乖的抽血呢？那2根管子，一根用来提取血液，另外一根应该是麻药。曹元兵，飞莲是魔物型，不好对付。曹元兵，不管了，召唤守护元神。是令。不要伤害他！飞莲会受到这样的虐待，是因为他跟错了主人。 是我没用，是我不够强。如果我一开始就能控制得了飞莲的话，他就不会受这样的苦。是我欠他的，就算他要伤害我，我要让他走。飞莲，你走！抛弃守护元神，这就是你的办法？拼命努力到现在，你就甘心于此了？我告诉你，严风渣，你对飞莲的心疼，
仅仅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飞廉有没有跟错主人，而在于你有没有努力变成那个对的人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收服飞廉吗？因为你把祭神人和守护元神之间的羁绊，仅仅只看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。飞廉，你等我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一定要控制得住飞廉！飞廉，我来了！飞廉！守护元神之所以被称为守护元神，就因为其契约的核心就在于守护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这不仅仅是守护元神对祭神人，更是祭神人对守护元神的。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守护元神，你运气很好，从一开始就拥有了飞廉。那你呢？如果你有机会，你也会选择他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么多年，你有好好的把他当成伙伴，你有想过好好守护他吗？你说的对，比起伙伴，我更多的是把飞廉看成我的对手，是我获取自由的阻碍。我真的错得太离谱了。你倒也不必这么悲观。飞廉看上去也只是心存戒备，并不是剑拔弩张、恨不得撕碎你的样子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跟他之前到底有没有过心意相通的时候？哪怕只有一次。凤长，别怕，爹的刀快，你马上就没有那么痛苦了。爹，别杀我，我死了，飞廉也会消失的。不行，他是我的守护元神，我不能让他消失。我想到了，确实有个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想，一心保护飞廉，飞廉也确实在保护我。飞廉，是我来找你了。对不起，飞廉，我来晚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感受不到主人的存在，一定觉得很不安吧？我实在不是一个好的主人。但我知道错了，飞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，我不算强。和你比起来，我更是差得远。未来也是你保护我的更多，但一定有那种只有我能做到守护你的事情。飞廉，让我再守护你一次吧，好吗？
风渣，这些是恢复元气的丹药，你可要好好吃了。哦，对了，记得要细嚼慢咽的咽下去，这样的话吸收会比较好。我吃了这些，飞莲能尽快恢复吗？那当然了，这些都是李轩辕真火炼成的，你放心，跟赤玉不一样，它没有副作用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说这些不是有意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说的没错，赤玉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好好算的。那你准备怎么去算这笔账呢？这里面牵扯的可都是你的亲人跟族人。该怎么算就怎么算，这件事情，姑姑肯定没得跑。但至于我爹，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。听说他一直生病出不了门，赤玉的事他知不知道？我得找到他问了才清楚。你们怎么了？凤章，赤玉这件事情，你父亲可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昨天晚上，我看到颜灵玉出现在灵峰山山顶的结界处，迎击了群英殿3个人，然后他拜倒在一棵大树下，又拿出了9斤的鲜花饼开始祭拜。你什么意思？颜灵玉用来祭拜的9斤鲜花饼，是你父亲的最爱。据我所知，喜欢这种吃法的只有他一个人。兄长，灵峰街此劫应该算是过去了。严将军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心中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漫漫琴弦，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人，感动成一愿。
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空手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就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兄长，凌风街此劫应该算是过去了。严将军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怎么会？怎么会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没有被群英殿的人抓走是吗？那是我们命硬，运气好，倒是你，平白无故在这里祭奠何人呢？曹彦兵，你作为一个通缉犯，我将你报给群英殿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至于我在这里祭谁拜谁，又与你何干呢？鲜花饼泡酒，喜欢这种吃法的，据我所知，整条凌风街只有天月兄一人。北洛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认为我祭拜的是我兄长？就凭这几块饼？凭这些还不够吗？凌玉，我劝你现在最好跟我们坦白，说出真相。真相？真相就是我兄长被这个曹彦兵所害，我内心难过，所以我就过来和我的侄子风渣说说话。风渣？你还想说埋在这里的是风渣？没错。你们不是不相信风渣已经死了吗？这里就是风渣的埋骨之处。至于这些祭品，风渣是我兄长的儿子，他们的口味自然是相似的。你撒谎！我的口味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风渣，风渣，你怎么会？是不是他们？是他们把你拐骗出来的，是吗？我听到爹被人害死的消息，自己跑出来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结果，我竟然发现，死的人，竟然是贴了爹的人皮面具，他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。所以，这树下埋的到底是谁？是我爹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说啊！风渣，我找人假扮你爹，也只是为了想一个办法困住这个姓曹的，以免他把你给带走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撒谎。好，我替你说出真相。5年前，飞莲从我体内化形逃走，被你和爹合力控制住了。你知道飞莲是个魔五行，
所以你觊觎他的力量，于是不惜暗地里杀了我爹。你还骗我说他重病不起，让我听你的话，一直囚禁着我。而你呢，源源不断的抽取他的血液，制造赤羽，成为你的力量和你的财富。我说的对吗？看来，你们是看到飞廉了。地宫，还有抽取他血的管子，我真恨我自己，没有早日发现。所以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：这树下面埋的是不是我爹？是不是你杀了他？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没错，你爹是我所害，此刻他就埋在这棵树下。当年，梅长老已经研制出减低飞廉血液毒性的方法，只要有了它，踏风族就能壮大。可是兄长他不同意。不可以。飞廉虽有魔性，但毕竟是我踏风族的神兽，将它锁起来亦是不得已，怎么还能进一步伤害它？你知道那批恶灵在来临风街之前去了哪儿吗？他们去了石火寨，将整个石火寨灭了族。如果这一次不是靠飞廉的血，我们踏风族也一定是灭族的下场。兄长，如果我们再不强大起来，万一那批恶灵再席卷重来，我们岂不是凶多吉少了吗？镇魂街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我们踏风族天生弱小，能苟活至今，那也是数千年来我们避世而居。如若将来有一天再被入侵，那灭族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不是的，我们并非如此弱小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风渣。我们现在暂时可以靠飞廉的力量撑一撑，等到风渣能够完全控制飞廉的力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。风渣那个孩子吃了多少苦啊！还要抽取飞廉的血，这样虐待他的守护元神。现在，这就是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办法了。优柔寡断，只会害了所有人。别说了，我才是这条街的镇魂将，我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再看到我们族人被那批恶灵一个一个拧下脖子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再看到若夫和好不容易活下来的族人，最后遭到这般下场。阿玉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族人，让他们自行决定到底该怎么做。你疯了吗？那绝对不行！如果我一定要这么做，那你就别怪为兄不客气了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下场。颜灵玉，果不其然，你竟然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害，就为了那么点力量，就为了这镇魂将之位吗？没错，凌风街的镇魂将就是我，就应该是我。每一条街的镇魂将都应该不顾一切的守护自己这条街，而你爹，他优柔寡断，他宁愿冒着被恶灵灭族的可能性，都不愿意使用飞廉的力量。请问你爹有什么资格做镇魂将？所以，
你虐待飞廉，杀了我爹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爹就算不死在我的手上，他也会死在恶灵的手中，你明白吗？5年前，恶灵入侵，要不是我及时将飞廉的血加以利用，今天还有灵凤街吗？你们还能看到如今这番景象吗？我守护好自己这条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这5年以来我是怎么过来的。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对得起灵凤街，也对得起踏风族。而你呢？这些年里口口声声地说你也想要守护灵凤街，可是今天你背信弃义，和这帮外来者站在一起，你对得起灵凤街吗？对得起踏风族吗？是我看错了你了。你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守护元神的废物。你怎么知道我控制不住？飞廉！控制飞廉了吗？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你以后再也管不住我。爹的仇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自己能够控制住你的守护元神，就能够好好运用他的力量来战斗了吗？等你学会斩击，再跟我说报仇吧。你以为我不能吗？那你试试。鹤鸣斩！风斩小心！银月斩！已经走了吗？我没走，我一直都跟在你的身边。你怎么那么傻？这一切压根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若夫，你没事吧？凤长。若夫姐，太好了，凤长，你还活着。凤长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怪我母亲。母亲当年的过错，就由我的命来替吧。若夫，
母亲，那天你和舅舅的事，我都看见了。什么？那天我刚练完剑。你疯了吗？那绝对不行！如果我一定要这么做呢？那你就别怪为兄不客气了。兄长！兄长，你醒醒！兄长！方丈，我母亲她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活在痛苦当中。为了保护林凤姐，你已经拼尽了全力。我真的好想帮你，可是我已经好努力了，我就是做不好。没有，可能就像你说的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希望我的死可以让你不再痛苦。若夫，醒醒啊，若夫！随缘，我命令你立刻和我解除契约，改为追随若夫，用你的力量救他一命，从此守护陪伴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若夫，母亲，若夫，若夫，太好了！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她怎么了？你母亲把她的守护元神给了你。可是，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是多年服用赤玉，积毒颇深，身体早已无法脱离守护元神力量的加持。母亲，若夫，
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将你的守护元神打死了。现在，我将岁月给你，希望能够弥补我的过错。母亲，若夫，是我害了你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从小你不听管教，如此的乖张任性。我原本只是以为你是因为迟迟的召唤不出守护元神，你才会变成这样。原来都是因为我的过错害了你。不是的，要想你。不是的，若夫，我害了你，对不起。不是的，母亲，不是的。凤札，对不起，姑姑不怪你，是姑姑害了你，害了你的父亲。其实，姑姑想跟你说，我一直让曹彦兵找不到你的行踪，不是因为赤羽，只是因为你，你是我们踏风族的一切，你能够改变凌风界，你是我们全族的希望。我和兄长曾经立下誓愿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不管经历什么，都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到有一天，你真的能够掌控住飞猎为止。凤札，姑姑很开心，今天我终于看到你能够掌控飞猎了，我终于能够赎罪了。母亲，如今我心愿已了，往后的踏风族就交给你和若佛了。母亲，曹彦兵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其实10年前，我见过你母亲。我母亲？当年，他们一行人进入芦花古楼，其实是为了寻找一种净化恶灵的力量。净化恶灵？为什么要净化恶灵？我也是这样问他。他们是镇魂界的万恶之源，你不是应该想办法尽快的铲除他们？为什么还要想着去净化他们呢？可我们已经杀了这么久恶灵了，你们真觉得镇魂街有变得更好吗？众所周知，恶灵是由普通灵人恶化而成的，他们凭借自身力量吞噬灵人，而灵域再借我们镇魂将的力量诛杀他们。就这样，我们杀了近1000年。在这种无休止的杀戮和各种力量互相倾轧之下，真正的问题被掩盖了。我们变得麻木，内心充满仇恨，镇魂街的规则也只剩下了一条：弱肉强食，丛林法则。要么你把我消灭，
要么我让你畏惧。温情呢？纯真呢？善良仁爱，好像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得不再重要了。灵人也好，祭神人也罢，未来的路在哪儿？没人看得见。所以你打算试着净化恶灵，如若成功，镇魂将就不必再诛杀恶灵，灵人也不用人人自危。如此一来，镇魂界的纷争起码会减少一大半。至少我们多了一种解决恶灵的方法。这样自然再好不过。只是，传说中那鼓楼之中住着力量强大的神明，情况凶险莫测。早年间，族内也并非没有冒险闯入之人，只是都一去不回。你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？我想得很清楚了。以我目前的处境，应该很长时间回不了罗刹街，自然也没有办法陪在我2个孩子身边。所以不为别的，就算为了他们，我也应当努力一试。为了他们？我不太明白，你为了孩子，这又是个什么道理？不瞒2位，我曾经也认为，在镇魂街强就是一切，而杀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我当了杀手，过了很长一段拼命行事、冷血无情的日子。但后来我有了孩子，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，体会到了各种美好的感情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一点都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、充满杀戮的世界里。他说，镇魂界的恶灵并不是万恶之源，而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。他说，如果他能寻找到另一种能够彻底解决恶灵的办法，那么以杀止杀就不再是唯一的选择。他还说，他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回家，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充满着杀戮的世界里。母亲，这把刀是你母亲当年给我的，我不配拥有它。今天我将它还给你，也算是另外一种物归原主了吧。你从来都不是什么废物，你在我的心里是我唯一的骄傲。母亲，母亲，姑姑，母亲。真是万万没想到，
凌风街的事，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有时候在想，颜灵玉是不是怎么选择都是错。如果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看老妈送给颜灵玉的刀，上面有2行字：心坚劈磐石，心裂斩阎罗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人心够狠，天下无敌。要是按你说的那个意思，老妈就不会为了净化恶灵，改变镇魂街弱肉强食的现状，而冒险跑去鼓楼了。那倒是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要在愤怒和怨恨中守住本心。我在这里的这个“心”字，或许是类似的意思吧。照你说的意思，我倒是觉得颜灵玉正在践行这8个字。只是人和人的道不同，他把生存放在第1位，并且不顾一切，这也是镇魂街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可是难就难在，人不能只是活下来，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。要是你呢？你怎么选？你问我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就算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从小到大心里就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如何保护好罗刹街。按我的实力也做得到，不过这罗刹街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镇魂街的现状，未来，更是想都没想过。那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老妈当年对颜灵玉说，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罗刹街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我也想不通，老妈出了千级黑茶，为什么不回家？不过现在看来，应该也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吧。看来在你简单的大脑里，永远不会有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。B？ 什么 B？两位将军，辛苦了。飞罗前辈，多谢你帮忙安葬母亲，之前重酬，还请不要介怀。既然来为他送行，就没有什么在意的，只希望二位严将军能够安息。今后凌风街就靠你们二位了。母亲临终前，最后的愿望是希望你可以守护好凌风街。今后，你就是凌风街的镇魂将了。一切事宜，我都会协助你。罗布姐，你现在有了随云，一定能守护好凌风街的。怎么？你不愿意当镇魂将吗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母亲？不是的，姑姑的事儿，我
我心情很复杂。那，你是为什么不愿意当镇魂将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啊？陆府姐，你就陪着姑姑吧。我先走了。风渣，你现在喜欢吃什么点心？我明天做给你吃。为什么是明天？你忘了吗？明天是你的生日啊！我都忘记了，你还记得？你是家人，当然记得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漫漫期限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切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遥远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把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源，感动成一约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So 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切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遥远的明天。I will never fail。时空裂缝被星宿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喔喔喔喔，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；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。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一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狂。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
这芦花果楼出现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，今天无论如何，得说服风渣帮咱们领路。可他刚刚经历情感上的大起大落，我们现在让他领路，合适吗？但是这时间也已经卡到这儿了，合不合适也都得硬着头皮上。何况也就2个路，应该还好吧？但整个灵凤界的风波都是因我们而起的，他会答应吗？那好歹我们也帮他收服了飞廉，还还给了他自由，还让他知道了他父亲的真相。哎呀，虽然说那个真相比较沉重，行了，咱们也别瞻前顾后了，想一个高情商的解决办法。请进。若甫，夏灵，我看你和北洛前辈都不在房间，想着你们应该在这儿。来，吃点东西。哇，看着好香啊！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最近忙坏了吧？还好，都是梅长老操劳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你身体还没恢复好，要好好休息。要不要我叫李轩辕给你看一下？不用了，都是习武之人，没那么娇气的。那就好。哦，那个没事就好。风渣他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他一块来啊？轻伤。风渣还是很消沉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不愿意出来。今天是他生日，一会儿我做些他喜欢吃的点心，去敲门试试。今天是他生日。风渣，我们进来喽！嘿！1、2、3，恭祝你福壽與天齊，恭賀你新春快樂。嘿！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谢谢你。啊，风渣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只是想给你过个生日。啊，我们还准备了其他节目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风渣，怎么样？同意了吗？你看我们这样像同意了吗？我都说了，歌可以唱，5000万不能跳。哎，要不然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，这样我们感情会好一些，他就会同意给我们带路了。哎，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想想，风渣被关那么久，他最渴望的是什么？看我的，哎呀，本来今天还想带风渣去人界过生日，现在好了，白忙活一场。哎，算了吧，风渣他也没出过灵风街，如果去人界的话，那里眼花缭乱的，他肯定会适应不了的。也是。那只好咱们自己去喽。哎，我在这灵风街啊，我每天一想到在人界的电影院、美食街、游乐场，我就魂牵梦绕。不行，情绪已经到了，根本按耐不住，现在就得走。走吧，走，走。你们说的人界到底在哪？
走，给我带去。凤展，这个东西叫做汽车，也就是你们那儿的马。咱们出了结界，下了山，这就叫上了马了。等会儿我脚下一蹬，它就会动起来，带我们到达目的地，明白吗？嗯。安全带，这一带挺安全的。这个叫系安全带。安定，你别磨叽了，赶快开车走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走走走。这个地方叫游乐园，一会儿你想吃什么、想喝什么、想玩什么，全都告诉我，我给你安排。哎，你刚才说成那样，是不是来拍戏的呀？我看着好像是在 cosplay 吧？cosplay？小哥哥，你的造型实在是太特别了，能告诉我你是在 cos 哪家的角色吗？cos。镇魂街，镇魂街里的严风寨。镇魂街，好看吗？嗯，好看，非常好看，特别是里面男主角呀，贼帅。真的呀？那我回头一定要去看。哎，来，小哥哥，我们再照一张。谢谢，再见。王章，这里是在人界，你要是想好好玩，你就不要再消费了，记住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疯狂马戏团，特别好玩，带你去玩吧。走，走，走。不过这个有点刺激啊，你千万别害怕啊。王章，你别出我这儿！夏玲，没事，你看其实也不是很快，你不用害怕。是感觉也还好。好玩吗？这个好玩。过山车、海盗船这些已经做了，还剩下跳楼机、水滑梯、U 型滑板。等一下，还有哪个？曹彦斌，你干嘛？别那么幼稚好吗 ？Surprise！ 馆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
这是干什么？这个叫生日蛋糕，一会儿插上一个蜡烛之后呢，你就许愿，然后再把它吹灭。这是我们人界经典的过生日方式。许愿？你们能帮我实现愿望？没错，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，我们一定尽力帮你完成。小子，你有什么愿望呢？就尽管说，咱们一起历过险，也算是朋友了。而且，说不定以后会一起上路当战友呢。对，不用太客气。上路。我懂了，什么过生日，帮我庆祝，实现愿望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一起上路才是你们的目的。村长，其实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承认就好。想让我领路，直说就是了，何必费时费力，兜这么一大圈子？小爷我宁愿一个人，也不需要这种假装的关系和热闹。这种东西我吃不惯，你们自己享用。哎，完了，搞砸了。怪我就不应该跟他说上路这事儿。也不是怪谁说什么，主要是我们本来动机就不纯。但我们也确实是真心实意想让他高兴。但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他领路。算了，我去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承认，我们目的不纯。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们三个想让你开开心心过这个生日的心愿，却是真的。既然你说到领路了，那就敞开说吧。我真心诚意的想请你领路，带我去芦花鼓楼。因为我老妈被困在里面，我必须要进去救她。你妈妈进了芦花鼓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她10年前就来到临风街，进入了鼓楼。后来我在她守护元神的记忆里面看见了，我非常确信她就在里面。10年前，那你有没有看到别的人？那倒没有。怎么了？风渣，我有个弟弟，在我老妈出事的那个时候，他还是个小不点儿。每天就追着我的屁股后面问：“妈妈去哪儿了？妈妈去哪儿了？她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后来长大了些，倒也不问了。我一度以为他对老妈出事这件事情已经释怀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问我：“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？”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先不说其他的，就单论这个，我能不去芦花鼓楼吗？风筝，我希望你能帮帮我们。没事儿，
你不松口也没有关系，我有的是耐心。鲁花鼓楼出现之前，我会一直烦着你，你甩不掉的。谁理你？我累了，回家。小亮，罗刹街最近一切可好？从来都不问我这种事儿的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一定是想我，不好意思开口。哎，歇会儿歇会儿，逛了一整天，累死了。哎，哎，冯扎他怎么样？愿意给我们领路吗？还没有正面回答我，不过我也跟他说了，在鼓楼出现之前，我会一直烦着他的。不然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拼了，不要面子，死命求呗。若甫，听说你们今天带风扎去人界游玩了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也不知道他玩的开不开心，反正应该挺难忘的。你们今天带风扎出去玩，除了给他过生日，应该也是想跟他商量关于领路的事儿吧？关于这件事，我也想跟你们聊聊。你说吧。其实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，领路人到了空神之森，指出鼓楼位置之后，就可以回来了。所以当年舅舅才会让乔乔姐前去指路。可没想到，乔乔姐，也就是风扎的亲姐姐，会一去不回。大家都已经默认她已经死了。我们猜测，或许是空神之森里面出现了变故，会危及领路人的性命。所以当时，母亲不让你们找到风扎，也应该有这一层考虑。你们去鼓楼是为了寻找至亲，但对于风扎来讲，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。我也知道，你们来到临风街，就是为了寻找领路人。可作为风扎的表姐，也是她现在唯一的亲人，我想请你们再考虑一下，一定要让风扎为你们领路吗？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要是换做老妈，她会怎么做？那我也想想，如果是我爸爸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想都不用想，他肯定会说：“赶快回去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”有道理。那咱们都别再惦记爸妈了，毕竟这也是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，归根结底，也得让我们自己拿主意才行。我是真的很想知道我爸爸去世的原因，他为什么会不辞而别，为什么会蹊跷去世，这些都是要进入鼓楼才可以知道的。你跟北洛更是，有非去不可的原因。不过，我真的很能理解，若甫不想让风扎冒险。也是，咱们该想的人也已经想过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，严风扎。对呀，你的想法，我和北洛的想法，若甫的想法，这些都没错。
但这都不是风渣的想法。风渣才是领路人，他到底要不要去空神之森，是应该他自己决定。对了，夏玲，你还记不记得风渣白天在游乐场有一个想说但没说出口的愿望？我感觉他似乎是有自己的打算。走，我们去找北洛。干嘛？我们去找北洛，一起研究研究这个踏风族少年的思想感情和他的青春期心理。姐姐，今天我去了趟人界，那里有个地方叫游乐园，特别的好玩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早？天才刚亮吧？风渣，姐姐准备出发了，临走前来看看。出发？你要去哪儿？去空神之森为一些人领路，寻找芦花鼓楼。芦花鼓楼，那爹说里边住着可怕神明的地方。姐姐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只是领路的话，应该1、2天就够了吧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风渣，你好好听姐姐说。虽然这一次我是去帮人领路，但其实我还藏有别的打算。我也想进芦花鼓楼。什么？姐姐，你不能去啊！风渣，你的守护元神名叫飞廉，古籍记载，它是我族的一种神兽。而鼓楼里的神明虽然很可怕，但也是世代我族守护的。我想他们应该不会为难我。万一我能得到神明的指点，你就有希望获得自由了。姐姐都是为了我，姐姐你不要走。风渣，你想想，你要是控制好了飞廉，你就不用再关在这个小房间里面，每天被铁链锁着，又没有自由。我不要自由了，姐姐你不要走。风渣，姐姐答应你，我一定活着回来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，你就好好练功，等我回来，好吗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姐姐，姐姐不要走。风渣，就算你再怎么不肯，我今天也一定要去的。芦花鼓楼10年才出现一次，我不想错过。不要。风渣，这个星月坠我留给你，
这上面有我用元神力施展的小法术，只要它还会亮，就说明我还在。我不在的日子，就让它陪着你吧。姐姐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以后能带你去一次游乐场。这就是我的生日愿望。风渣，是我。我今天来，不是跟你纠缠关于领路的事，而是想谈谈你的姐姐。我知道，10年之前，你姐姐去了空神之森领路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大家都觉得是森林里面出了什么古怪，让她丢了性命。本来若夫跟我说这个，是担心你的安危，不想让你去森林领路。但我代入自己想了一下，或许在你的心里，相比你自己的安危，你更在乎的是你姐姐的生死。否则你就不会在游乐场里问我，在我老妈的守护元神的记忆里有没有看到其他人。所以，我猜你也一直在怀疑，你姐姐当年不仅仅是去森林领路，更是进到了鼓楼里，和我老妈那批人一起被困在了那儿。所以风渣，我有一个提议，如果你想去鼓楼里救你姐姐，我们3个都可以帮你。不过，这就免不了你要为我们带路。但是我可以保证，不管出现什么危险，我一定保护好你。不管出现任何的艰难险阻，只要你姐姐还活着，我一定拼死都要把她带出来，让她回到临凤街和你们团聚。我曹彦兵，说到做到。或许是我猜错了，不过没关系，风渣，你有什么愿望，可以尽管跟我们说，只要我们能做到，就一定去做。难道是我真的猜错了？还是不够真诚？我感觉他是根本没听见，咱们进去说吧。风渣，我们进来了。风渣，他不在这儿。若夫姐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临风街，往芦花鼓楼去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告诉你实情。当年姐姐其实不只是去森林领路，她还为了我进了鼓楼，所以一直没能回来。现在我已经能控制飞莲了，我必须去鼓楼找姐姐。我相信她一定还活着。到时候，就能像当初约定的那样，让他看到你我长大的样子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另外，如果曹彦兵烦你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嫌他太吵了，不想跟他一起上路。如果他们想去鼓楼，那就自己追上来。原来风渣
是想去芦花鼓楼将乔乔姐带回来。这件事他不去试试，估计怎么都不会死心的。这么看，跟你倒是挺像。那是，否则我又怎么能精准地猜中他的心思？既然去芦花鼓楼是他自己的决定，那封扎就拜托你了。放心，虽然他没有听到，但我已经向他保证过了，我就算爬，也要爬着把他安全带回来。一言为定。哼，一言为定。击掌为盟，小孩子吗？梅长老，您这是？往后将军就是灵峰界的镇魂将了，这礼是我向将军行的，他风族未来的命运就都在将军肩上了。这是我们灵峰街的将军链，请若福将军收下。将军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守护好灵峰街，做个好的镇魂将。夏琳，我等你们回来。放心吧，不会太久，还要回来跟你拼酒呢。将军，将军。你们一定要一起回来。嗯。首领，曹彦斌一行3人已于今日出发前往空神之森，追赶先行一步的领路人，应该很快就能到达最后一站——芦花鼓楼。很好，看来这一路还是很顺利的。一颗棋子罢了，没有首领为他铺好的每一步，曹彦斌估计早就没命了。接下来的芦花鼓楼，雪马，你跟我一起进去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对了，之前所说曹彦斌身上的煞气，你要多注意，以免节外生枝。玄马明白，待进入鼓楼，玄马一定紧盯他，不让他生出变数。让我们好好期待鼓楼里发生的事吧。天地色变，近在眼前了。再往前就是空神之森的地界了。这森林这么大，就算是不施加障眼法，想要找到芦花鼓楼，也需要有人带着。这一路上也没有看到岩峰扎，怎么办啊？而且我们再不进去，时间就要来不及了。有领路人也好，没有领路人也罢，我一定会找到芦花鼓楼的。你们2个难道没有发现，自从有了飞莲之后，岩峰扎就变得特别的飘？他难道能不知道，守护元神的实力取决于祭神人？以他的功夫，要是一个人进了芦花鼓楼，分分钟被灭，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呢。分分钟被灭，
我先把你给灭了。风渣，哟，舍得出来了。风渣，你怎么还在入口这儿？你不是比我们早出发1天吗？我只是赶了1天的路，想养精蓄锐，以更好的状态进入鼓楼。是不是因为我们3个帮你收服了守护元神，想感谢一下我们这3个恩人，所以故意等我们的呀？没有我，你们进得了鼓楼吗？谁是谁的恩人？那这么说，你的确是在等我们呢？时间不等人，出发。方丈，看你前面那棵树，咱们看谁先到。哎，耍赖！为什么男生都这么幼稚啊？啊，没说你啊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特别成熟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意念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山渊，感动成一约。